么紧，那我就不要了。罗梭布，果然是你，我项羽。是用香菇刀的尸体在哪儿？狄飞升，狄飞升，你怎么知道狄飞升的名字啊？你认识啊？啊，刚刚睡得迷迷糊糊，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。小心点儿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刚才撞见的就是金渊盟的大魔头狄飞升啊？我说你啊，还真是处处撞大运。刚才那乱林中全是瘴气，你是怎么进去的呀？我去找我的狗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突然爆炸了。幸好你过来了。嗨，谁能想到这大魔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偏远之地？我听说那石洞里全是助长内力的药物，当年东海一战，他一定是伤了其中，才在那里闭关修炼。哎，就是可惜了，没有看清他的模样。他要是没死的话，江湖必会掀起风雨。哎，你说，既然狄飞升没有死，那李相夷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炸糊涂了呀？我就知道，他一定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只是暂时被什么牵绊住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上次那个事儿，我误会你了哈，嘿嘿。那这么说，我是药魔的嫌疑就洗白了喽？哎，当时是我抓贼心切，对我得罪，你要我怎么赔你个不是，你尽管开口就是了。也没什么，就有点饿了。这么简单？行，给你安排，等着啊。狄飞升，你竟还活着，有些事我必要找你问个清楚。我没追上，但肯定是狄飞升，在他身边的是角力桥，我不会看错。玉红珠我也查清楚了，他原是金渊盟12凤之一，当年金渊盟覆灭，他逃了出来，回了玉城。如此看来，这些年金渊盟余孽在角力桥暗中操控下各处为乱，也必定是狄飞升背后指使。玉红珠断舌闭口不言，宗正明珠被监察司带走，人在朝中难以逼问。狄飞升这下没了线索，倘若狄飞升真能活下来，那我们门主是不是？项羽跟狄飞升能一样吗？他若还活着，有什么理由不回来？无谓的猜测最伤人了，这话日后不许再提。外面，子金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，我们走。
这大白天就在做白日梦呢。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感激于武林第一美女乔婉冕，你得问一下萧子丁手里那把破军。你也别瞎猜了，更别乱说笑话。我只是好奇啊，他们未入百川院，怎么也来这个玉城？他们二人游历于此，必定是四顾门的旧人了。听说大魔头狄飞升现世，不可能不关心。方小宝，这么快就来了，定是离了漏了线。兄弟，帮我挡一下，这个待会给你。奇怪，明明刚刚还听到声音来着。你是？在下李莲花。李莲花，传闻中莲花楼的主人就是你啊！你就是那个医术非凡、能救活死人的神医啊！哎呀，神医，我头好晕！哎呀，我头好晕！你快帮我瞧瞧。姑娘，李神医虽然没有想象中俊美无双，可一派清风朗月的气质，更让人心动呢。我一直都特别欣赏有绝世才华的人。不过你还没有给我看病。哎，姑娘，我看你脸色红润，身如红钟，当是无恙。无恙就好，大概是我追我们家混账外甥跑得太急才会发晕。哎，李神医，你见过他没有？哦，对了，忘了介绍，我呢是天机堂门主何小慧的小妹何小凤。哎，我那小外甥呀，姓方名多病，乳名小宝，没小我几岁，性子顽劣得很。遇刺婚说不要就不要，还敢离家出走，让我这个做小姨的操心。哦，这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这何姑娘，刚刚方少侠与我辞别，说是要去北上见识一番。哎，何姑娘，你现在去追应该还来得及呢。哦。神医啊，这是我的专用凤凰信烟，你要想见我，便可燃此信烟，让我找到你。后会有期啊，李神医。盟主尊驾重归。恭迎盟主尊驾重归！恭迎盟主尊驾重归！起来吧。倒是一处新住所。尊上，10年前有您坐镇。我金渊盟称霸武林，无所不从。可是，自从您闭关以后，那些所谓的正派鼠辈却借机围攻，致使我等不得不放弃旧时的总坛。好在圣女睿智，带领我等寻得宝地，重建了总坛，只等尊上归来。属下岂敢妄自居功？这10年来的经营，都只为等着尊上出关，重掌金渊盟大权。今日总算是得偿所望，幸何如之？属下风雷使丁允奉上金渊盟新总坛全图。属下星月使万仞山奉上金渊盟名册，请尊上过目。原来就是你们2位啊！尊上，属下不知其2人做错了什么，惹得尊上不悦。10年前东海之战，用雷火弹布陷阱，引四顾门入瓮，这事你可知啊？属下岂会不知？那些雷火弹不仅炸了四顾门，还把盟中总坛的军火库也给炸了，死伤无数。
这二人掌管我盟中火器，你说该杀，还是不该杀？那自然是该杀。属下失察，金荣他们多活了10年。我闭关10年，总想起些旧事，有些蹊跷。我平生最恨背叛，若查出有人负我，殿上这2只尸首就是下场。尊上杀得好，如果有人对尊上不忠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今日是尊上重归的大喜之日，此2人就当是为尊上助兴了。尊上，这是金渊盟圣令，这些年我一直以命相护，方不曾有失。今日交还给尊上。恭贺尊上重掌圣令，金渊盟称霸江湖指日可待。尊上，属下还有事启禀。您在玉城闭关之时，那玉红烛疏于防范，若非圣女相护，早有外人扰乱尊上。现下，那玉红烛已被百川院带走，属下恳请尊上下令，即刻派人除掉那玉红烛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属下也有事禀告，尊上出关之事，需广告天下：一，让正道胆寒；二，让旧部重归。无聊。尊上，属下还派人备了新的万人册，所有最新的武林排行都在上面，请尊上过目。属下还有一件喜事。讲。10年前，尊上一直在找的那件令武功可以大进的灵药，属下查到下落了。在此。做得好，做得好。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。尊上还有何吩咐？金渊盟这10年你经营得很好，从今日起，盟中之事就交由圣女打理。谢尊上。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属下定会助尊上称霸武林，君临天下。尊上，我等了你10年，总算没有白等。尊上，刚才在殿上你就来了，为何现在才出现？无言不敢打扰盟主重登尊位的大礼。别说这些虚的，我在意的是什么，你和三王10年前就知道。尊上一心指向武道巅峰，旁的尊上不入眼。你是我的贴身侍卫，
和炎帝、白王四相亲尊、阎王、寻命三王在盟中仅居我之下。他们3位现在身在何处？你帮我查清楚。你们4位与我出生入死，共建金渊盟。无论怎么样，也不能让旁人压着。属下遵命。尊上在殿上以气御物，击杀万仞山和丁原。以属下之见，尊上的功力已恢复到了10年前的6成。6成。看来他还真是给我留下了不少麻烦。配得上尊上空杯悼念的，也唯有他了。我与他10年前海上一战，赢了他半招，他却死了。这世上再无对手啊！圣女给尊上的万人册上有不少新晋高手。第1位，东瀛浮屠3圣；第2位，御赐天龙杨云春；第3位，血域无界魔僧。这3位应该都有些本事。尊上如果想消解，属下可将他们的行踪查来。离相夷之后，这世上再无对手了。观音垂泪的余图。没错。恭喜尊上，这观音垂泪乃是100年前菩提药王穷尽一生所制的神药，当年只得3枚。这第1被剑狂得取，救活了心脉断绝3日的长子；这其2被秋无涯服下，功力大涨，当了10余年的武林盟主。现在这绢布上，正是这第3枚的下落。尊上若是得了此药，功力尽复自不必说，说不定还能突破悲风白杨的第7层，直达第8层的无上之境。观音垂泪要取，只可惜功力尽复，我又能找谁占个痛快？血婆，可小心盯好尊上，到那时，他必会迫不及待地去寻那灵药。是。尊上啊，尊上，以后阿乔的身边就只有你，你的身边也只能有我。当年一别，曾言施主必察难解，仅10年光景可度，今至于1年期，施主心结可解。不若回归复见四顾门故人，与众共寻救命之法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李施主还年轻，何必便宜了阎王爷？狄飞升，你到底在哪？哎，我说你这人，我躲开我小姨的功夫，一转头人就没影了。还好我聪明，知道你溜回来了。哎，你刚刚这烧什么呢？啊，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本少爷罩着你。你逃婚离家，被斩断了财源，风餐露宿，又狼狈四窜，只怕连你身边的小丫头都被抓了回去了吧？你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难不成一直想赖在我这个莲花楼啊？我话不能这么说，都是互相帮忙嘛。哎，好歹也是一起出生入死过啊，都是什么交情啊？人在江湖走，都得靠朋友。我不入江湖也不交朋友。我说你这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很随和又好说话，跟谁都没脾气似的，其实心里头啊冷得很，谁也不愿意亲近，这样可真不好啊！你老是一个人，连个吃饭喝酒的朋友都没有，这得多无趣啊！收是给你的吗？嗯，今天的山楂味道还不错哎。嗯，还行还行。哎，下次你试试把这山楂晒干了，再放点陈皮冰糖一起熬炖试试，肯定更好吃。哼，算你还是个实话。那当然，本少爷在京城吃香客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。怎么样，你这莲花楼是不是就缺一个我这样的，又能吃又能打，长得还帅的搭档？
一起闯荡家务，岂不是快哉啊？打住啊！一起破案这件事情，上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就搞不清楚了，你真的很想进这个百川院啊？那是当然了，四顾门不在了，我师父也失踪了，可我对他许过的诺言可不能忘。更何况现在狄飞升大魔头还没死呢，我也替我师父收拾他。这个做人呢，不能总活在别人的期望里。或许这个李相夷也未曾对你有过这么大的期许。我说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爱泼人冷水。我跟你说这么多，是真心把你当朋友。你怎么能？安神香，好好的睡吧。李相夷根本不记得这些，也不会再回去。做人别太认真了，傻小子。车呢？李莲花，你又把本善人路边！这夜路赶迁真的麻烦，文忠把他脸都咬肿了。哎呀，咱们虎雏山向来有迎月婚的规矩。再说了，日头又不晒，还能多拿一份赏钱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说的也对呀。那是什么？田婆子，怎么了？听闻普除山最近出了件怪事，7具无头尸来得甚是蹊跷。比丘已经派人去调查此事了，应该没多久就会有消息了。方多病啊，正在附近，肯定免不了也去掺和。咱们暂且等待消息便是。哎，对了，前些日玉城一案撞上狄飞升现身，听石水说，当时还有一人。李莲花，查过此人来历吗？李莲花，年纪不详，出身不详，拥有神秘的莲花楼一座，医术如神，在玉城一案破解关键处起了不小作用。只是此人瘦弱胆小，偏爱离群索居啊。江湖上不缺游医，无甚可期。老头，你这里风景不错，空气清新，是个好地方。只是每次爬上山来，真的很累，知不知道？我这次过来，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。这10年以来，我一直都在找师兄，但是都没有找到师兄的下落。但如今，我已经发现狄飞升还活着，顺着他，我就定能找到师兄。到时候，我就带着师兄回来，一个埋在您的左边，一个埋在你的右边。就像小的时候那样的陪着你。小的时候，你经常教导我和师兄要互相照顾，徒儿不孝，没能做到。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脸来见你，
但是，除了来你这里，我又能去哪呢？老头，等我找到了师兄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也乖乖的做你的徒弟，不像小时候那样的调皮，好好的听你的话，就不让你生气了。对了，我此次过来，还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师兄他原来还有一个外甥，他应该是师兄唯一的一个亲人。这个臭小子资质不错，的确有当年的风范，莽莽撞撞的，目中无人。他还很难缠，幸亏我溜得快，还是这样自由来去的比较好，对吧？这位朋友，过来说话。什么事儿？你这多日服药不愈，倒是有不吉之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是撞邪，不是生病啊。你一个卖膏药的，还懂驱邪啊？这大隐隐于市有何奇怪呢？这倒是你，近日手上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比如死人的物件。哎，你早起呢，手足冰凉，腹部绞痛，印堂发黑，目有血丝，这应该是有恶灵侵体之兆。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不出7日。算了，我也不说了，就看你想不想活了。那你肯定想活呀！神爷，不，神仙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救你也可以。驱邪需溯源，你且将来龙去脉跟我讲清楚。这个前阵子我就帮隔壁邻居的大牛当过一件金器，哎呀，自那以后我这身体就……什么金器？从何处得来？你要不跟我说清楚的话，那邪灵可会赖着不走。我说，就前几天吧，那山上突然出现了7具无头尸首，那身上都披着金银绫罗，我那金器就是从那7个无头尸体上得来的。当铺老板可说了，这些都是100年前方济王府上的宝贝。神医，我可都说了，你得救我，你得救我呀，神医。明白了，好治。这个呢，看上去是个膏药，其实是个辟邪符。你贴在你的肚脐上，晚上呢关好窗户，明日一早上就会痊愈了。神医，我是撞邪了还是着凉了？双管齐下，快去吧，免费的。谢神医。哎呀，方济王，蒲处山。哎，问一下啊，前面离蒲处山不远了吧？哎，不远了。那你帮忙指个路呗。哎呀，出镇广东你自己找，我没空。员外施粥呢，去晚了呀就没了。哎，施粥？来，给你。谢谢。你慢点。姐姐，给我来个包子呗。喂，这位公子，我们这粥是给饥民的，你这一身衣裳可是上好的料子，分明是富贵人家，还在这儿抢粥吃，赶紧走。这，来，这个给你，来后面的。哟，天下路上，这不是那个喜欢白安贞路边的人吗？哟，这么巧啊，缘分。谁跟你缘分？咱们俩这一见面就犯晦气，
就此别过了。哎，等等，别过自然可以。你不想与我结伴，我方多病也自然不会强求。毕竟相识一场，这散伙饭总得要吃的吧？你请。凭什么呀？凭本少爷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对，就是一品坟。哎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叫一品坟。哎，兄弟，咱们是不是见过？哎，是。你说的可是这普出山的奇案？可不，就是普出山。前几日啊，有7个无头尸出现在山里。不快说，撞见的人瞧着还会动呢。据说他们都是盗墓贼，想打一个什么叫一品坟的主意，才死的。这一品坟啊，邪门儿。给你看看东西。这个可是府衙从无头尸上搜出来的证物，这上面半个骷髅头的标志，就是黄泉14道的标志。这可是盗墓贼的刑牌。听说这黄泉14道的匪首消失已有10年了，突然出现7个无头尸，上面捧着方姬王的宝贝，手上挂着就是这盗墓贼的刑牌。你说他们到底是不是黄泉14道呢？还有，听说此事跟传说中的一品坟扯上了关系，倒是挺有意思。本少爷可以不计前嫌的带你去查一查这7道陈尸案。不过呢，哎，方少侠，你又开始自说自话了。我何时说要和你一起去查案呢？再说了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也没有听懂，也没有听明白，都听得我犯困的慌。咱们以后最好真的不要再见面了。不见就不见，本少爷才未必要靠你呢。去，慢走慢走啊！老乡，得打听一下，这附近可有买卖古玩的黑市？古玩啊，有，就在山里头，叫魏庄。谢了啊。这里是查案的地方，有些人来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来呢，卖点东西啊。哼，卖东西？这深山的黑市里卖东西，卖狐狸精啊？哎，你上次说这个银珠甲很值钱，我过来呢打听一下价钱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。哎，我这个莲花楼啊还能翻新一下。这银珠甲哪是江湖至宝？你这样卖了修你的破楼，你算了。本少爷说不管就不管。私家宅院，前人勿进。我是来做生意的。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入门做生意需交宝金100两。哼，100两。这位爷不会做生意不带钱吧？出门做生意，四海皆朋友。这位公子的宝金我一并付了。你看，我们俩是一块儿的。总不能看着你被赶出去，对吧？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啊。拿着，这块和田玉够我们2个人的宝金了吧？走吧，请。你也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拿我的玉坠来付你的宝金呢？你想啊，你这身上呢只有这块玉坠值钱，反正你进来也得交了的。你交了，我就不用了。2个人进来总比1个人划算，对吧？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算了，本少爷就饶你这一次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了。跪告假。球陀，你个球陀算哪根葱啊？敢跟我们狮虎双煞一块吃席？张庆师，你何必吹胡子瞪眼呢？魏庄主开席，这不来者有份吗？爷爷觉得你不配。千师兄，咱们远来是客，
先不跟他置气，给魏庄主个面子。哥，段海说的不错，先算了吧。哟，瞧这面生，你也是来吃席的？正是。那小老儿打听一下，尊驾是几更动身，走的是哪条便道？前天动了身，走的官道。竹哨排箫都见响，这位朋友呢，也跟咱们在一个屋听曲，南腔北调不分家呀。诸位，这位小兄弟呢，不过是个肉头，平日里不怎么下地，不懂行话，大家莫怪。什么肉头啊？呸！真晦气，什么时候肉头也能来吃席了？哟，你又是几更动身，走的哪条便道啊20更动身走的嘛，独户道。原来是老手啊！既然走的是独户道，那敢问阁下身上扛没扛幡？幡上是几个字啊？扛金幡。13年前，荆南皇陵明楼前留过的4个字。拜见素手书生前辈。哎呀，前辈，没想到素手书生前辈也出山了。晚辈丁元子，师承鎏金一系。晚辈段海，一墨。在下葛攀，山某一系。我们两兄弟张庆师、张庆虎师承天漏，早就听过先生大名。古风息，素手前辈跟你一样，走的是独户道，还不快来拜见？没兴趣。前辈，莫怪罪，这个姓古的半路出道，不懂规矩，您多多包涵。无所谓，我来吃席不攀交情，大家请自便。刚才你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？行话，这土夫子的行话。你都跟到这里了，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？哼，我当然知道，魏庄外院是古玩黑市，这内院则是土夫子的据点。有人发现了大墓，便来此主局一块下墓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他们刚才为何突然对我动手呢？那是因为你说错了话呀。几根动身呢，便是问你入行几年，你走的哪条便道，是问你属于哪一个派系。啊？这天漏呢，就是观天象寻穴；山卯是往地势找墓；一墨则按古卷记载寻宝；鎏金就是顺着面试的名气查线索。至于什么铜点子、火钳子，都是小派。你什么都不提，非说自己走的是官道。那官道呢，就是官府衙门的意思，跟他们是死对头，当然得对你动当了。那你说的独户道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独户道呢，是半路出家，没有派系。他们全凭功夫入墓，而且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命案。所以问你扛没扛幡，是指你身上有没有命案？还算聪明。我说扛了金幡就是清点要犯，这么一说呢，他们就不敢来招惹了。13年前荆南皇陵被盗，这守军被杀了23人，贼人嚣张在明楼面前留下4字名号“素手书生”，圣上震怒，下旨缉拿真凶，却至今没有下落。你在冒充素手书生？你对这个朝廷的卷宗倒是很熟悉嘛？没错啊，
所以我冒充一个名头大的，这样才能混进来。说要来逛黑市，却跑来内院，对着土夫子的行话说这么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素手书生的事儿乃朝廷密令，你居然也知道。李莲花，你肯定有问题。你别指我，没大没小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至今都没有找到素手书生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死了，我亲手埋的。素手书生呢，至今因为伤势太重了，我看他太可怜，就把他一直留在我这儿，直到他去世。所以呢，他为了感激我，便教会了我土夫子的话。你不是在朝廷很熟悉这些卷宗吗？那你应该很清楚啊。素手书生的本名叫做齐之源，额头上呢有块胎记，对不对？那你跑来内院干什么？因为有些人笨啊。说谁呢？因为你呆头呆脑的，我怕你暴露了。果不其然，被认作肉头，还往刀尖上撞，真的好好想一想吧你。我又听糊涂了，什么是肉头啊？这别人盗墓肉头盗尸，还挟尸要钱，算是末流的小辈了，明白了吗？既是显弟，你也进来了，我们再合作一把吧。哼，再合作一把，你可真会算。不必了，我现在顶着素手书生的名头，倒是挺安全的。哎，你之前不是说怪我丢下了你，又欠了你玉坠的光，还说那句话让我远离你？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，也挺有道理的呀。你不会武功啊？要是有危险，我可以护你周全。呵呵，谢谢了啊，不必了，告辞。哎，我发现尸骨双煞兄弟和七道神尸案有关。啊？我刚刚看到他们的牌子上，也有黄泉14道的标志。哦，那与我何干呢？你有身份的倚仗，自然得帮我呀。而且，咱们俩是一块儿进来的，我要是露馅了，你也逃不掉。好啊，恩将仇报啊你！不错，李莲花，你答不答应？活着保你呢，身份不传，探案与我无关。成交。蒙诸位抬爱相聚魏庄，魏某不胜感激。哎呀，早听过素手书生的威名，魏某是这山庄的庄主，今日得您赏脸吃席，幸事。我只不过是出来闲久了，只是赚些银子花罢。那您今日可是来对了。诸位，我这儿有件宝贝，想请诸位给长长眼。蓬莱玉山瓶，这可是方姬王的陪葬啊！想必你们应该知道，我请大家来吃的是什么席了吧？魏庄主这次开的大席果然是一品坟。想必诸位已经听说蒲出山无头尸奇案，诸位闻风而来，魏某一定要令大家尽兴而归。这个方姬王啊，乃100年前西城帝的长子，当今圣上的皇叔公，本都做了储君，后来惹了大祸，被西城帝赐死，皇位才传到当今圣上的爷爷宗亲王手里。他的墓称为西陵，其中陪葬都是绝世宝物，江湖人称一品坟。这方姬王与武林交情颇深，传闻这一品坟中有许多武林至宝、神兵利器、武学心法。这100年来，无数人在寻找，可都失败了。这坟好像消失了一样。诸位，可知这一品坟为何消失了吗？这与方姬王被赐死的原因有关。当年南印国还未灭国，曾派公主来我朝和亲，嫁给了方姬太子当妃子。方姬王被迷得神魂颠倒，竟想逼自己的父皇退位。西城帝是悲愤交加，下令将2人赐死，并下旨不得葬入皇陵。寻了南印巧匠造墓，葬了2人。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造的。南印以奇邪鬼术而著称，难怪按咱们中原的法子，找了近100年也找不到。哎呀，可如今就要找到了。蒲出山的7具无头尸体身上，除了方姬王陪葬的宝贝，还有一件
就是这一品坟的余土。哎呀，没想到建魏庄多年，这一品坟竟在我自家门前，真是老天爷赐的福气。我要诸位来，就是来发这笔大财的。魏庄主，那7具尸首都带着宝贝出来，说明入了坟了。可是怎么就这样死在了野外，还没了头了呢？这一品坟是按南印之法所造，其中机关自是诡异厉害。我猜他们一定是在墓中被砍头致死，然后尸身又被山雨地洞冲出了墓穴，这正好便宜了咱们呢。在座的各位可都是高手啊，定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。如果要是有怕的，大可现在离去。怎么样，诸位，意下如何呀？怕还发什么财啊？咱们一起干票大的。好，我已备下酒宴给各位接风，诸位随我来吧。走吧。哥，我们要找的观音垂泪就在一品坟里，咱们怎么办？左右咱们也是要找观音垂泪的，先跟他们入坟，然后一个不留。哪来的小杂种，找死！二位莫动手，这位是我家的一位远房长辈，别看岁数小，但是辈分却很高。诸位入席吧。魏庄主，你摆着宴席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来掺和一脚？一个胆小的囚徒，一个肉头也就罢了，现在又来个无礼的小王八。魏某组局向来是按劳分宝，这次入一品坟也不例外。若到时我家这位小长辈无用武之地，不分他就是。大家放心，来，别坏了雅致，咱们喝一杯。这酒不错。哎呀，好酒！来，谷兄弟，久违了。这几年前你刚入行的时候，我还担心，这遁甲奇门的弟子也想发财了啊！这后来，你带着令妹一起入行，我这个心呐，才算放下了，踏实了。这人生在世，什么才是真的？金子！啊，来喝酒。好酒。小娃娃，这魏庄主非要带着你，说说看，你会什么花活？哎，干我们这行，跟着我们混，光闷头吃可不行。来。喝口酒，长点毛，才叫汉子。滚！啊！我的手！来呀，赶紧把丁元子带下去包扎一下。你们慢点儿！小杂种，老子替你家大人管教你。且慢啊，庆师兄，讨个吉利，讨个吉利啊！素若前辈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还没开工就打打杀杀，也不是好兆头啊！小兄弟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咱们是来发财的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对吧？青师兄弟，我知道你看不惯，不过我家小长辈功法奇特，一品坟的入口唯有他才能打开，我都忍了，你也忍忍吧。啊，这样，咱们去院外池塘边重开宴席，我与庆师兄弟边赏月边再喝个痛快。我庄上可珍藏了几坛10年份的西风烈，我知道庆师兄弟喜欢烈酒，可千万别错过了。诸位，一起吧。
哎，不是说要去河边出开宴席吗？你这就走了？哦，会了。刚刚在酒席上，你突然暗示我不要喝酒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只是自己不太喜欢喝酒而已。算了，看在你对那小孩挺有善心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那个小孩，要真是被张技师锤上那么一下，铁定是要出人命。是啊，锤他一下，铁定要出人命。这无头尸案真能翻出100年前消失的一品坟，必定会轰动四方，惊掉这百川院院主的下巴。来，跟我一起查案，真不感兴趣？哎，不是我说你不困吗？你愣着干嘛呢？你扒我酒啊？你扒我酒什么意思啊？睡房啊。哇，这魏庄主倒是挺爱赌的，拿着骰子点数当房号。行了，你赶紧进屋睡吧，我有事情要办。哎，干嘛去啊？这15双煞兄弟手上拿的就是黄泉14道的牌子，我还听他们说了，要杀光所有进一品坟的人，所以我怀疑这7道陈尸案跟他们有关，我去会会他们。走了。脑袋都不见了，跟山下7具尸体一样。长庆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你兄弟2人同睡一屋，怎么会被见到凶手？是不是你离开过屋子，被人趁虚而入了？不可能，我刚刚起夜，就在门口。不可能有人进来，我不知道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转身，哥哥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这窗户是从里面拴住的，杀人砍头也不是片刻就能完成，更何况一直未曾离开的庆虎兄弟竟然毫无察觉。这到底是怎样的高手啊？会不会不是高手，是邪术？我听说，一品坟有邪术护佑，但凡有点私心的人，都会被邪术所杀。之前山下的7具尸体就是这样丢了头的，现在张庆师亦是如此，会不会接下来就轮到咱们了？那这个邪术倒是很讲人情啊。前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真是邪术的话，大可在人前夺了你哥哥人头，更能震慑出旁人不敢妄动一品坟。现在却故意让张庆武看不到这残酷的一幕，倒是懂得怜人。当务之急吧，还是先看看这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入口。哎，你昨晚去查这个15双煞了？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呢。我从苍鹿院门口出来跟着他们，转眼人就不见了。你怎么老出岔子呀？我一直以为这7道陈尸案是他们俩干的，所以格外警觉甩掉了我。没想到现在张庆师也成了无头尸。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邪术吧？探案我可不管啊。我也没指望你。哼，那就好。你们来看。你们看，这屋后的透气口被破了，从这儿进屋就能避开门口的张庆虎杀人了。这洞口不过1尺见方，如何钻得进人？哼，这1尺见方，大人是肯定进不去了。你说的是晚宴上那个小孩？
这个小孩阴险毒辣，张庆师曾与他发生过争执，他记恨报仇也是大有可能。小杂种！小杂种，给我站住！是不是你杀我兄弟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说话？我捏碎你的胳膊，我看你收不收！且慢，且慢！魏庄主是要替这小杂种撑腰？我只是来告诉诸位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我收到密信，说有百川院的刑探混在咱们中间，狮虎双煞，功法奇特。若二人合力，则难逢敌手。定是他杀的张庆师，一来可以削弱咱们的实力，二来让咱们互相猜疑。所以张庆师定是这刑探所杀。咱们这一行，有的几年见一次，有的只听过名头，怎么查出是百川院的刑探呢？哼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百川巨下，击着杨青。葛攀，你果然是百川院的人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杀了！等等，魏庄主啊，此事有蹊跷。若这凶手真是葛攀的话，那他行凶的时候，怎么可能不被门口的张庆武看到呢？他的身材可钻不进那么小的洞啊！正是，这小东西的嫌疑最大。诸位，我来问一句，我可以替我家小长辈担保，那这位百川院的刑探，谁敢为他作保？就算他确实没有杀人，难道还想留他吗？既然大家都没异议，那就送葛攀上路吧。不可能杀！你这肉头，这么紧张百川院的人，莫不是跟他是一道的？不，诸位且慢啊！哦，不知道素手书生有何高见呢？这高见不敢当。只是百川院的刑探混进来了，难免没有后招。若是还有同谋的话，大家岂不是都不安全？所以我的建议就是，留他一夜的性命，明早大家查清楚了真相，不就放心了吗？既然是素手书生出面，魏某也没有什么意见。青虎兄弟，你呢？好，我等素手前辈的好消息。如此，那便辛苦了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走。这一个魏庄挤了这么多百川院的刑探，哎，你认识这个葛攀吗？我没有在百川院习过武，我不太确定。但这把佩器的确属于我们百川院的，所以葛攀不得不救。刚才多谢你出手解围，多谢了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怕死啊，方少侠。我们两个一起进来的，真要是打起来，那肯定会牵连我呀。我这想来想去呢，要么把你供出去，要么就帮你了。两个我只能选一个，也没有办法。拿着。把我供出来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
你还没说过。行，晚点给你算账。除了这正门和这后墙的洞，似乎也没别的入口了。难道这是小孩干的？我问你啊，你若是那个小孩，想从后墙爬进去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一，凿开洞口；二，爬进去；三，杀人。拿着。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。这上面有血迹。先敲了砖，再爬进去杀人，血不会粘在这个砖上。现在砖上有血，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，后敲的砖。所以是凶手嫁祸给那个小孩，要不然呢？可7道陈尸案的时候，凶手没有留下线索，反而现在要嫁祸给别人。啊，难道只要蒲除山出了无头尸，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？你是说，或许这2个案子没有关联？有没有关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张庆师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，不是喷涌而出。血都喷溅在一侧，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。所以是人先死了，头才被砍下来，不是因为砍头而死。可人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人再砍头呢？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的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如今呢，我们还是先要把张信师的事情给查清楚。凶手呢，杀人在前，在墙上敲洞，嫁祸在后，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。可是张静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如今呢，我们还是先要把张信师的事情给查清楚。凶手呢，杀人在前，在墙上敲洞，嫁祸在后，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。可是张静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4号房和5号房并排而建，你说哪个是4号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4，一个5，当然这边啊。哎，奇怪，这怎么也是4啊？哦，你抹的泥巴呀？天黑越暗，凶手只需遮住5号门牌中的白点，再用这个白灰在4号门牌上加上一点，那4、5就交回了位置。只需尸虎双煞分别回房，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了一点手脚，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5号房当成4号房住进去了。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尸虎双煞兄弟一同住的苍鹿院，理应是一同回屋啊，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？那你为什么会把他们跟丢呢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，把人跟丢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演绎一下。李莲花，你走错路了。这就是昨晚的玄机。这里雾气深重，正适宜布置奇门遁甲之术。高手呢无需多做，简单几步，便会让人迷路。李莲花，张庆虎和他哥哥就被如此分开了。原来如此。昨晚的情况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
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，哥哥等不及，先回房去了。这酒醉后呢，不子虚服，与清醒人不同啊。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，回房时候呢，住进了不同的房间。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？没有，我酒醉犯困，回房就睡了。所以你哥哥住进了4号房，而你住进了5号房。昨夜酒宴后，狮虎双煞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，张敬师在前，张庆虎在后。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虎，于是先回到4号房。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，让2个门牌对调，又进入了4号房，杀了落单的张庆师。等张庆虎回来时，夜色深重，加上醉眼朦胧，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，自会住进了5号房。凶手行凶后，敲开后墙的透气孔，将嫌疑引给小孩，再将防火墙灰擦去。张庆虎呢，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，他被转到了4号房，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。求前辈告知，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，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。以我的判断呢，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。古风仙，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？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了得，不错。张庆师是我杀的。姓古的，我们兄弟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下此杀手？无怨无仇？于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？洛尘蝶于婉婉，我听闻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，他哥哥就是你。遁甲奇门难学难精，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，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。机缘之下，我入目道宝，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，更能发财，我就迷了心窍，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土夫子。哪知5年前，我表妹与这狮虎双煞联手，竟被张庆师借着酒劲奸杀。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，怎奈狮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，无从下手。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，才大仇得报。张庆师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，我杀得痛快，杀得应该。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，我杀了你，为我哥报仇！东海之王，住口！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，魏庄主这是何意？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，个人恩怨就先放下，等事成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。姓魏的，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？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，你们乖乖听我调遣入一品坟，否则别怪没命离开这普出山。魏庄主，咱们是来吃席的，难不成凭你这几个家丁就让我们给你做牛做马？哼，家丁自然不行，但鬼哭汤却可以。诸位，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？现在摸摸神阙、关元两穴，是否酸痛难忍呢？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。你在酒里下毒？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，初时并不难解，但6个时辰之后，毒入骨髓，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。哎呀，为了等毒发，我耐着性子听你们吵闹了一夜，
别提多心烦。魏庄主，您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从昨日进了我魏庄开始，你们就矛盾不断，这怎么能团结呢？现在好了，简单了，想活命就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才能活命。交出解药。黄泉丝，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自然是从黄泉14贼尸体上得到的。你兄弟二人是黄泉14贼张前荒的后人，这我早就知道了。蒲竹山那7具无头尸体，就是黄泉14贼当中的7位。我砍了他们的头，就是怕你们知道，连黄泉14贼都死在这里，你们胆小不敢来。你如何杀得了14贼？这你可不要冤枉我啊！酒席上的话我没有说谎。这7位死在一品坟里已经有10年，我砍他们的头，不过是要隐藏他们的身份。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黄泉14贼已经死了10年了。你不会以为14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？你兄弟二人拿着刑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。不过现在简单了，只要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，没准儿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。这姓魏的阴毒，各位，咱们一起上，现在还有胜算，大家快上啊！毒入五脏，内附翻脚，那可是很疼的。庄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入坟，求托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，求您饶了我性命吧。哎呀，大家本是同道，我本就不想做绝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，让此毒延缓3日发作。待事成之后，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，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按劳发放，皆大欢喜。我保证听话，请庄主赐药。还是求托使去。求庄主赐药。求赐药。求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很好。诸位吃了解药之后，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哎，李莲花，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，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。啊？走？这魏庄主在蒲竹山待了一辈子，他若真的有本事入坟，把这黄泉14道尸体搬出来，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？这7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，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。这一品坟此行危险，你还不会武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你岂不是会穿帮了？你就别管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，快走。走。哎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说2句啊。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呢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。你也想要观音垂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抠门，但不曾贪财。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，你肯定不在乎。我方大帅就站在你面前，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学。那这武林秘籍，你肯定也不在乎呀。还有这银珠甲，你都不当回事儿，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不感兴趣。那便只有观音垂泪了。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每个人都想要，连你也想要？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，师虎双煞想要它，自然是要增加功力。我是治病。治病？你受伤了？你生病了？只不过小的时候呢，我自有心疾，晚上呢也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心也特别的绞痛，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，才能治我的病。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，若是不能救人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再说了，
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你放心，这观音垂泪，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嘛。那就公平点呗，我帮你拿药，你帮我查案，怎样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？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，却唯独对他优待，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。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？我才不信呢！不行，我得找机会试试。哎，你可别去啊！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？你倒不如多留意他。这问题，前面应该是被布下奇门之术。你看啊，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孔，这明显的是从手指上掉落下来的。这么看呢，应当是这里。七道尘是在这儿，一品坟也在这儿，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，等着我们入墓呢。诸位，看到了吧？这儿就是一品坟，可惜啊，被奇门之术挡住了。古兄弟，有劳你了。这奇门阵果然了得，因全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。只是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，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，也发现不了此处。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，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，定是一品坟的入口了。以山为木门，南印的工匠下了血本啊！除非凿山入洞，否则绝难打开。那里倒有处缺口，若能进去，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。缺口离地面有10余丈，哪有人能上得去啊？诸位，都看到了吧？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。看到了吧？你也别大惊小怪的，这个轻功呢，是还不错。何止是不错，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？你怎么那么淡定？哦，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，也看不出来高低啊。那你学着点吧。
来他运气不好。干咱们这行的，谁还没见过死人呢？现在木门开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锦奴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有生人来就发信号。走。你笑什么？这笑运气更笑人情啊！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。难道是张庆虎？这巨石若不去动它，只会砸在二人当中落个轻伤。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。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的。别讲了，走吧。刚进门的长明灯上都贴着金箔，这一品坟真够排场的。哼，诸位，你们不会亏。等事成之后，你们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做这地下的营生了。这是往上走的，见天种。果然是见天种。旁的墓穴都是向下，见天种则是依山而建。墓室修在山顶，让墓主铺于天光之下。这样修墓，一则可以惩戒墓主的不臣之罪，二来这傍山的大陵也不失皇家的威严。南印的工匠也是费了心思。奇怪，这木门怎么是打开的？别动！独臂神道梁不明，紫袍贼王岳三秋，这是黄泉14贼的另外几位。我早就说过，黄泉14贼在这墓里已经死了10年。张江湖，我可不曾骗你。尸身腐坏的并不严重，想来是这墓穴特殊，所以山下那7具尸首会让人认为是新死。看来这黄泉14贼在10年前就来到此处。即使被困死在这里，又为何一半在墓穴，一半在山下？这我又如何能得知呢？不过，14贼前辈竟然把1品坟的消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。诸位，随我来看。来，给它打开。哎，诸位，啊，等等，我这么一看呢，这棺材应该没有尸身啊，说明啊，这里应该是一处假墓室。这假墓室里面都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那葬这方济王的真墓室里面，得放了多少的金银财宝？诸位，都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那财宝要紧。小了，格局小了。哎呀，何必急着拿这些二等货色？
等找到真墓室，恐怕你们的口袋都不够用。现在这是墓道的尽头，真正的入口一定就在这附近。谁先找到入口，谁第一个选宝。想发大财的，各凭本事吧。这里大部分机关木门都是完好的，你说这幕后之人是如何将器具尸体抛出墓外的呢？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它丢出去。丢出去？这一品坟不在地上，而是在山顶上，不是吗？把手伸出来。哎，什么感觉？怎么有风啊？哇，这果然有个缺口。这下我就明白了，这7具尸体是从这里被丢下去的，恰好被迎月昏的山民撞见，于是便见到了月下其实剑锋腐化扭曲的样子，以为尸体还活着。一模一样。哦，我是说呢，这里的缺口和假墓室的大门一模一样，都是被一掌劈开的。哇，这么说来，这幕后之人功力简直深不可测。他来到这里，没有发现真的墓室，于是便将尸体抛了下去，然后再把这木门震断，目的就是引别的人来帮他找真的墓室。你分析的也对，我们呢，也正如他所料的来了。有意思。葛潘，你想干什么？诸位被夏都逼迫，都忘了吗？星卫的毒都下，事成之后岂能解毒？到时候杀了大家，独吞了财宝，才是最稳妥的嘛！哈哈哈哈！我不想与大家为敌，只求活命。我们抓住他严刑逼供，还怕他不交出解药吗？到时候诸位平分这1品坟的财宝，岂不更好啊？啊！久等不来，原来是你造反了！乖乖听话，别找死！这小子，这土夫子呢，本就是一命，有什么歪门邪术也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仔细看一下，他虎口无颈，手指却有，说不定也是个暗器高手。葛大侠，你怎么样？我先扶你起来，来。葛大侠，你没事吧？多谢方少侠。哎，咱们都中了这庄主的气毒，同病相怜。若是这一次得不到解药，还得辛苦您带我们回百川院找白院主解毒，救回我们一命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感谢。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？谁惹了我家小前辈，都得死。还不赶紧去找！不必了。这里的机关分别对应着8方位中的6处，只缺乾坤2位，而这里又是见天种，乾坤颠倒，所以只需找到一个乾位，便可将其他几处的机关互相联动。
这是机关飞圆爪，一旦有任何危险，你就用上它登高逃命。观音锤类我会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好，那就靠你了。走吧。观音门，一品坟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想要赶尽杀绝，哼，还是有些手段。这梅花镖自你们三人那侧发来，说，是谁？谁？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，我被伤了内息，用不出武功了。张庆虎，狮虎双煞，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。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。正是，我用的是虎牙镖，从未用过梅花镖。哎，不过狮虎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，还不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？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？张庆师。张庆师，他已经被我杀了呀！你是杀了一个人，但也并不代表你杀的就是张庆师啊。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，不会杀错的。这狮虎双煞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同胞同相，那你是如何分别的呀？张庆师手持双锤，身穿黑衣；张庆虎则用镖囊，穿白衣，一目了然。我问你一下，如果二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巧合。魏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，狮虎双煞中呢，这个张庆师啊，酷爱喝的是烈酒，招待大家的也都是西风烈。没错，是。哎，那他们昨天分别饮了多少？张庆师喝了半坛子，然后就酩酊大醉了。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，之后就用茶水代替。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。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，他清醒得很，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虎酒气冲天。况且你也说过，你呢是用玉簪穿喉筛。那么你杀完人之后，我想问问你，人头去了哪里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他为何又被砍了头？很简单，因为砍了头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了。昨晚的情况，一开始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呀。热。弟弟，来，穿上。昨晚酒夜，好热。张庆师饮了西风烈酒醉，身子发热，于是将黑色长衫脱了披在弟弟张庆虎身上，露出的是白色的新衣。他的双锤自也是弟弟帮忙拿着。
一直躲在暗处的古风星，将身披黑衣、手持双锤的张庆虎当做了张庆师，入4号房杀了他。而真正的张庆师却入了5号房躲过一劫。开始的阴差阳错，很快就变成了处心积虑。张庆师在5号房起夜时的门牌已被恢复，他转身后循着正确的门牌回到了4号房，才看到了弟弟被发簪穿喉而死。地上自己的黑衣和双锤，让他知道这是自己嗜酒好色惹下的灾祸，而弟弟做了替死鬼。他想到凶手若知道杀错了人，会继续下手，而师傅双煞只剩1个，斗不过对方，于是切下弟弟的头藏好，再扮作张庆虎，一为自保，2为查出凶手。没了头的尸首，谁又知道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哥，张庆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再帮你分析一下。哼，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？讲这许多空话，哪有半点证据？你看，还这么嘴硬。那我再说说啊，这大门外呢，砸下的巨石忽然转向砸死段海。能有如此臂力的人，张庆虎是做不来，唯独张庆师可以啊。哎，你看，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庆虎，你点的这个假冒的痣，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瞎说的而已。张庆师，张庆虎的人头是不是在房间？原来你这个畜生还自够活！那这张庆师不会用暗器，那这梅花镖。葛大侠，我就不跟你演戏了。你虽然受了内伤，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？你呢？看破他假扮弟弟后，借机要挟配合你，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？我胁迫张庆师，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。很快，其他刑探就会包围此地。你们如果想活命，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。我还是劝你们乖乖的把我放了。奉百川院之命，你衣衫内衬是徽绸云纹，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会这么穿。我让你求白院主解毒，你却满口答应。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便是毒术，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。还有，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该死，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。你如此卑鄙贪婪，还是跟我回百川院，让佛比凡师好好审审你吧。这下手也太重了吧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川院刑探方多病。
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。这里的宝贝怎么用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哼！前辈，我替你召集人手，逼朋友服毒，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。前辈，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，帮我把这2个人杀了？你也配跟我提要求？原来幕后之人是你。小子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这可是方姬王和南印公主的墓室，乱动是要诛9族的。把观音锤交出来！找死！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，但是可惜了。哦，原来你要的是这位啊！告辞。追得这么紧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婆娑布，果然是你，李相一。算救上京府，不枉我用锁骨功隐藏身份费这许多功夫。李相夷，我这就来跟你聚聚。10年不见，李相夷别来无恙啊！哼，狄盟主啊，这1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缠人啊？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，要不然呢？这10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，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。哼，我没死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失陪一下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啊。你为何只剩1成功力？
你中了我的明月沉西海，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？这受了点伤，多正常啊。哎呦，服下观音垂泪之前，我也有6成功力。这10年你都做了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10年我的确挺忙的。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，忙着好好生活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学会了烧菜。烧菜？对啊，烧菜，烧的还不错。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正道武林第1人，10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。狄盟主，你实在是太武断了。这柴米油盐，它可是比练功还难。我跟你说啊，做菜就更难了。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，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。不信你赶着试一试，做一道清炒我不想听你废话，试试。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。哎，等等。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，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？没用的。更何况，我现在也懒得用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比之前更年轻了呀。我真没想到这10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才是狗！你想当废物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，让你的属下看看四顾门门主李相夷活成了什么德行。你不要尊严，我就让你没有尊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吐了！哎呦，吐！吐不出来。我只是说个谎，让你停下来。你飞得太高了，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内力？你也别试了，这内力啊被封住了。观音垂泪。哼哼，聪明。你下毒？哎，别过来。这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是一品坟里的修罗草。南印3大秘术修罗草，还可以。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。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，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。刚刚呢，我也在她身上拿了一点草籽，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了。这东西见血疯长，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！李相夷，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？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，就知道你没有死。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，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。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，这观音垂泪是方继王的陪葬。你说好巧不巧，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。然后呢，我想出去碰碰运气，玩一玩。嘿嘿，没有想到。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，这明目张胆的发着臭脾气，就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改，这我还看不出来。李相夷，你功夫不练，心计倒是更胜一层楼。哎，别！你想用修罗草杀我？在这之前，信不信我先杀了你？你看你想多了吧？我只不过呢，有事请你帮忙。你威胁我？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呢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。我还不知道你，你这个人呢，最不受的就是威胁。这样，先把刀放开，慢慢聊。这事成之后呢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洗精法髓诀，你师父的绝学？没错，此穴呢可逆转心脉，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，恢复你的内力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同意呢，也不勉强，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。什么忙？很简单，这第一呢，你替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。这第二，我师兄单古道的遗骨在哪？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金元盟，或是不伤武林中人。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，
你自轻自贱，我无所谓。第二件事我帮不了，你师兄死了10年，江湖乱了10年，我找不到他的尸体。当年金渊盟杀了我师兄，抢了他的遗骨，我才与你东海一战。这10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，可我却从未找到。以你的号令，定能号召金渊盟重查旧事，帮我找到我师兄。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。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，去找你师兄的骨头啊？哼！若真如此，狄盟主恐怕也要跟你的至高武学说永别了。李相夷，你真以为我不会用尽苦心逼你解毒吗？会，你当然会。你探我弃海之时，知道我命不久矣。你对我这个将死之人，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也别再浪费时间了，要不然我还没有找到我师兄，哼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不是白费力气吗？无言参见尊上。10年前单孤刀的尸首，是由哪个仵作查验的？回尊上，盟中仵作以尸魂技法最强，尊上吩咐的事，必是由他经手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10年前那场大战，盟中精英尽散，仵作这种身份，早已消失，隐匿江湖了。哦，不过属下记得，这尸魂幼年时曾被普渡寺的和尚收养，也许他自盟中出走后，回了普渡寺也不一定。尊上可要属下去查探一番？不必了，普渡寺、百川院同山而建，我亲自去一趟便是。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，跟盟中说我有私事要处理，叫他们别来烦我。是。走吧，普渡寺。不敢去啊。怕百川院的部下看到你这副模样。哼，那倒不是。这走之前吧，我必须得带上一个人。风多病。聪明。你现在还真是麻烦。马德兵，马德兵，李莲花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别激动啊，放心吧，我没事，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。这死东西，武功这么强。对了，那小东西呢？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那观音垂泪呢？赶紧追啊！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。都说了，被他带走了。这个臭小子，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，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。于是呢，我就用这个观音垂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，他自然也就同意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一点都不简单。为了说服他，我口都说烂了。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，就是有点不太礼貌。那你这怎么办啊？没有观音垂泪，你的心结……没有多大的事儿，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反正现在也挺好，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，那这一切也都值得。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。你放心，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。你的心结，就算寻遍天下奇药，我也要帮你找到。
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，本事也不在乎。不认又能怎么办呢？反正也甩不掉你喽。啊，拿着。我跟你说啊，如今这个一品坟的洞口打开了，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。事不宜迟啊，你赶紧去上报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应该是破第2个大案了吧？你别提了行吗？现在人都死光了，谁还能替我作证啊？你忘了，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，不是还活着吗？对哦。什么人挡道的？自己人，他就是用那个铁头套罩着脑袋的铁头奴啊，记得了吧？哦，铁头奴啊，难怪一副冷巴巴的样子。这铁头奴什么时候成为自己人了？哦，他叫阿飞啊，南海人士。多年前呢，我与他相识。后来他中了伪装者奸计，被收作铁头奴，实在是很可怜。我呢，又看他无家可归，所以呢，就准备收留他一段时间。正好呢，你带这个葛帆去百川院，我呢也带他去普陀寺寻找他另外一位故人。废话真多。哎，你骂谁呢你啊？这么没礼貌呢？跟他有什么好计较？有损你的身份了。不行，必须把规矩立下来。什么人？肚子饿了，先回去吃好吃的吧。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慢点，等我会儿，我肚子快饿死，我还吃什么呀？风盟主，你问问你家主人，我这个投名状。可合他心意？罗摩顶，可不就是罗摩顶吗？狄飞升就是狄飞升，一出手就破了一品坟，圣女果然好算计，连天下第一的狄飞升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好，主人见了罗摩顶，一定欢喜非常。你我两家联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你可有师承？用的是拳脚还是刀剑呢？要不咱俩接着比划比划？你那什么眼神？本少爷最看不惯你这种阴阳怪气的模样。你，唉，你就这点功夫，还整天装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，你是如何活到这把年纪的？我告诉你吧，自大狂，我看你这根骨不错，不如拜我为师，叫我一声师傅，好让我教教你，省得天天出去挨揍。武功一般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哼，可笑，我师傅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
当这天下第一的徒孙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他还收过徒弟呢，看来他脑子早就坏了，收你这样的蹩脚货。别嘴硬了，赢了你师傅再说。不饿吗？开饭。哼。李莲花，你真要把他一直留在莲花楼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，他可是会连累你的。大杯子有分寸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呀？你又研究新菜了？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汤桂鱼不是很好吗？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了，自然要研究新菜了。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，你把这药给我端过去。还有。又拿我试新菜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四大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新菜？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。好啊。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？这可是3天的菜量啊！他一个人吃完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？一向只吃白米饭的嘛，吃什么都一个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没算你的菜钱。原来你吃不吃好了呀？你故意夸我呢你？你让我吃的。这可是花了30钱买的呀！休息了。楼上只有1间客房，先来后到。2楼的房间最大，够你们一起住的。绝不可能。哎，二院主，是一品坟的消息，您交代第一时间告知给您，属下不敢耽搁。这葛攀在我手下做事，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他暗藏祸心，是我失职了。二院主何必事事揽责？葛攀私心作祟，背离百川院，实在防不及防。幸而在场的天机堂少主方公子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将其识破，他们正押解葛攀再来百川院的路上，他自当承担该有的惩处。又是李莲花。之前撞见藏匿了10年的狄飞升出关，现在又撞见破西陵抢夺观音垂泪。这李莲花究竟充当什么角色呢？属下找人暗中盯着那莲花楼。不必浪费人手于此。他不是要来吗？有机会探查他。人到了百川院，即可通知我便是。是。还是要全力听从院主安排，让各方少典盯紧金渊盟的动作。狄飞升夺得观音垂泪，这江湖
怕是要再起风浪了。干嘛呢？杵在那耍帅呢？还戴个面具？这李莲花说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就你这次大狂，还会怕人呢？切！你怎么这么慢？哎，这百川院是不是还得往上爬？我爬不动了，你先带人上去吧。我让阿飞带我去旁边的普渡寺歇一歇。我说你体力也太差了，赶紧吃点肉补补身子吧。这都10几天了，连个肉汤都没有。哎，自大狂，赶紧扶他去普渡寺休息休息，顺便给自己烧个香，谢谢人家菩萨保佑你能活到现在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快走！凭着扬州慢的功力，你也不至于爬个山都这么费力吧？是真走不动了，来拉我一把啊！10年前的东海一战，你输给了我，四顾门分崩离析，你这是一蹶不振啊！我看错你了。这人生无常嘛，纠结无益。你看，现在的景色多美好啊！你就当我早已无所求，我现在只想找到我师兄的尸骨。一会儿我们分2路走，你明着去查普渡寺和尚失魂的下落，我去看看名册上可有记录。谢了，来拉一把，真走不动了。唉。和尚，这问你的事儿怎么样？什么失魂会元，老衲一概不知。你这自从做了方丈之后，这脾气倒是大得很。我和你说呀，还是得修身养性。本意图个清净，可俗世偏生来扰，再好的修为也被你气出3丈无名火呀！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？所以我着急啊，和尚。你找不到尸魂，我就寻不到我师兄的遗骨，我怎么有脸面去见我师父呀？再说了，我怕是要做这个孤魂野鬼喽。哼，你倒好，都想好了做鬼的事了。所以我是真的着急呀，你别老发倔脾气好不好？李施主面前谁敢称倔？老衲原以为你想好了就会回来。岂料你还真就一走10年，老衲闻着点风声就给你写信，信呢，都寄到狗肚子里了。信，和尚你给我写信了呀？你，信呢？是不是你？和尚，我这居无定所了吧？怕是遗失了。你这是任性妄为！当初老衲断你余命10年，你不自救，如今本该10年胜1，可你的脉象比老衲预料的要弱得多，竟然连1年都不足了。你早就该回百川院去。哎，正巧，今日那里人齐全得很，四顾门故友皆在，我这就带你回去，言明你的身份。武林之大，其众人之力，总有法子救你。哎，你何苦拿命跟我顽抗啊？
犯贪戒，逐出寺，入金渊盟，化名失魂，遂落于此。冥顽不灵，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！百川院出事了。哦，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，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。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。老衲听闻，云比丘10年来自闭于百川院，老衲贸然猜测，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必察之毒的人。这你出事后，云比丘后悔莫及，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。白院主找到他时，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，被白院主一剑穿胸。幸好季院主及时查明了，他确系为奸人蛊惑，并非真心要害你，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，留了下来。可云比丘10年来画地为牢，不肯宽恕自己。老衲再猜一猜，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。毕竟当年之事，终是一环扣一环，总得有人先放下。和尚，你可真是会猜谜。不过，莫再顾左右而言他。你告诉我，百川院是不是出事了？安心，百川院没事。是百川院新近得了一把剑，于是便向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，要召开赏剑大会。这把剑便是李施主当年的贴身佩剑少师。随着当年少师坠入东海，数年后有人东海捕鱼，复得此剑。之后，此剑便被辗转贩卖，直到回到百川院，已是历经了43手，名剑的宿命啊！李施主不觉得此剑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中了吗？这名剑嘛，自然会再寻到一个好的主人。那人呢？旁人暂且不论。有一个人你总要见一见的。乔女侠也正在百川院。这么多年来，她每年都要到寺中为你祈福，可从不肯点往生灯，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已经死了。这些年来，萧大侠苦守着她，他苦等着你，你活着却不肯回，这苦局，你难道就不想解了它？我不入局，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啊。可终归是遗憾。这人生嘛，本处处都是遗憾。10年了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也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。是老衲无能，劝不动心死之人。和尚，可愿解答我的问题？金渊盟的失魂，是，他的确是被罚出普渡寺的会员。那东海之后，方丈可有过失魂的消息？百川院新立时，曾四处捉拿金渊盟残部，牢中关押着成百上千。
后经乔女侠提议，释放了一批不曾为恶的普通盟众。这个被释放者名单，就是乔女侠亲手所定。她必然知道李施主想要寻找之人。这世间的事真是玄之又玄，有些人你不想见也得见。道中吃饭了，老衲惜命，从不苛待自己。来，李施主一道用吧。哎呀，寺院中新来了个官厨，叫静人，手艺不错。这半个月来，老衲是饭量大增啊，真是罪过呀！油脂、炭渣。来，和尚，你们新来的厨子偷吃啊？饭我就不吃了，告辞。查得怎么样了？普渡寺这10年都没有失魂来过的记录，乔安冕现在是唯一的线索。你不想去，我去。哎，你放心，肯定都会查得到的。李盟主啊，如今你的内力全无，还是低调一些好。上兄，太兄，今日百川院赏剑大会，需要有请帖或者引荐人才可进入。李莲花，你还是来了呀？哦，是啊，这赏剑大会嘛。哎，这阿飞啊，非要过来凑热闹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朋友，最近名头很盛的莲花楼楼主神医李莲花。至于这个嘛，就是他身边一打杂的，我做推荐人带他们进去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吧。哦。来，在赏剑大会之前呢，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。这个，就是我师父李相夷的画像了。这看着也挺普通的，倒是真能辟邪。怎么说话啊你？注意点。在百川院建立的时候，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，10年了，没有人能忘得了他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上有糖吧？给我2颗。看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吃糖，别抠了，快点。再来1颗。只有1颗，你爱要不要？切。我每次来，都会给他带点儿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就是四库门门主李相夷，是多少人的依靠，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。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。偷偷告诉你吧，我可是见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。谁能想到，这武林第一的李相夷，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。那你还别说，你跟我师父还不是？不是什么？东海大战，李相夷输了，他应该第2。你说李相夷输给了狄飞升，你看到了，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是鱼精还是乌龟精啊你啊？
哎，别吵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要开始了。走。别乱说话，